我是微废女子妮娜，今天要来介绍我在澳洲使用后就爱上的东西。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按下订阅，再到 Instagram 追踪我哦。那第一样就是这个柔软巾，这罐柔软巾的味道真的像晒过太阳后的味道，非常舒服，让人家想一闻再闻。这里有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就一直闻到一个很香的味道，我想说是不是同事喷了香水之后散发出来的味道，但仔细一闻，对啊，它的香味跟我闻到的味道不一样，这问题困扰我好一阵子。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在搬重物的时候，想说，什么这个味道又来了？但重点是，就只有我一个人啊，身边没有人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散发出来的味道。这香味就是用了这罐柔软巾所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推荐。如果住在澳洲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一罐柔软巾，它真的有太阳晒过后的味道哦。OK， 那第二个东西是洗手乳，这个牌子我买了2罐洗手乳，一罐是檀香、天竺葵和扶手柑的味道，而另外一罐是木瓜萃取物和柑橘的味道。看用量应该就知道我比较喜欢哪一罐了吧？那我先来介绍檀香这一罐。檀香这一罐闻起来有让人家可以放松，然后使用后有舒缓一整天烦躁心情的功能哦。尤其我在睡前的时候超爱用它洗手的，它可以让我立刻进入睡眠状态，很赞。柑橘这一罐啊，它很适合在白天的时候使用，而且它使用后可以让我觉得好像一整天都充满活力的感觉。我个人的话会推荐2罐都买，一罐的话放在浴室，尤其睡前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它。然后另外这一罐柑橘的话放在厨房，这样子他每一天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用它，让一整天都充满活力哦。那第3样的话是私密处清洁，这罐私密处清洁有分日常跟敏感时使用，它主要功能是平衡私密处的 pH 值，而且还是非皂性配方哟。老实说，我在台湾完全不会专程买一个私密处清洁的东西，但是来到澳洲之后啊，因为是住 share house， 然后室友的话有女生嘛，有一次就在浴室里面看到她放了一罐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很想试试看，于是我去买来试试看，发现这个真的很厉害，一试立刻爱上它耶。它的话，身为女生应该都知道，就是经期来之前分泌物都会比较多，那分泌物的话就会有异味嘛，然后用了它之后，我的异味大幅减少，尤其在经期时啊，使用它可以大幅的降低瘙痒感以及闷热感，非常推荐女生如果还没有去使用任何私密处清洁的话，可以试试看它哦。那第4样产品是这罐贝德玛的卸妆水，这罐卸妆水我相信有在化妆女生应该都不陌生吧。这一罐呢，它是粉红盖，然后敏感肌专用，我已经使用了3罐。那它为什么会被我放在澳洲里面喜欢的东西呢？是因为它在台湾买有一点贵，然后在澳洲的话很常打折，然后买下来也会比较便宜一点点。然后这一罐我使用下来之后啊，它完全不会有干涩，还有也不熏眼，而且它卸完之后会让我的肌肤感受到它毛孔都打开，然后都可以大口呼吸。觉得如果还在找卸妆产品的话，可以试试看它，尤其是敏感性肌肤的女生，真的可以试试看。你只需要搭配化妆棉，然后大概我都用3片化妆棉，然后就可以卸完全脸，而且它的用量也蛮省的。那这一罐的话，我推荐给使用油类或者是乳液类卸妆产品会长痘痘的人使用。我使用下来是没有致痘的问题哦，分享给你们咯。那第5样产品是卸妆巾，其实会买这个卸妆巾算是误打误撞吧。当初是为了要去露营，我不想带瓶瓶罐罐的，像是刚刚介绍的卸妆水啊，然后它又要再搭配化妆棉，所以每次如果要去洗澡要带一大堆东西进去浴室里面，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就去找找看有没有好用的卸妆巾。那我上网找了蛮多家产品的，后来看到这一家，我觉得它的评价也蛮不错的，就想说买来试试看好了。结果一用真的是爱上它，我好像很容易爱上东西。会推荐它的原因有：第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的话是它一张就可以卸全脸，第3个的话是它完全不熏眼。有时候卸妆懒得那么多步骤，我就会使用它。那使用几次下来之后，它完全没有让我过敏或者是长粉刺、长痘痘的迹象。非常推荐给要出远门或者跟我一样懒惰的人使用哦。那第6样产品是洗面乳，这罐洗面乳适合痘痘肌，它是洁面泡沫，
主打去除杂质，帮助疏通毛孔，控油而不使皮肤干燥，还有舒缓的金盏花以及芦荟配方哦。其实当初会接触到这一罐洗面乳是朋友推荐的，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有痘痘跟粉刺的问题困扰着我，然后使用它之后，我已经连续使用了2年，我觉得它真的是大幅的改善我的肌肤状况。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痘痘粉刺，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的夸张，那么的明显。那这一罐很推荐给跟我一样有痘痘粉刺困扰的人使用看看哦。第7样产品是雅漾活泉水。我相信有在使用化妆水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罐吧。这一罐化妆水的话，它是喷雾状，而且我觉得它的喷头比理肤宝水还要细，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子啦。而且我使用它之后，它确实会让我有保湿然后补水的感觉，所以这一罐还蛮推荐给如果还在寻找一罐好用然后有感的化妆水的话，可以试试看它哟。尤其是在晒过太阳后，皮肤会开始出现过敏状态的话，使用它真的很有效抑制过敏，而且它可以让我的泛红立刻退掉，然后也不会让我起小痘痘、小粉刺。那第8样产品是理肤宝水的 B5 修复霜。当初会使用到它是因为我有一阵子皮肤过敏蛮严重的，因为在澳洲大家应该都知道，澳洲的夏天太阳真是太可怕，然后像我又很不喜欢擦防晒，其实真的一定要擦防晒，要保护好你的肌肤。那因为那时候出去玩，然后加上我不擦防晒，所以它整个大过敏。然后我有用雅漾化妆水，但就稍微帮我抑制了泛红的倾向，但是它会有那种瘙痒感，很不舒服。所以那时候我的室友就拿了这一罐给我试试看，结果我用它大概3到5天吧，我的过敏泛红真的有被修复到它让我非常有感，所以只要它快没了，我就会立刻去补货。而且在澳洲其实真的这一条也没有很贵，那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如果你皮肤真的很容易过敏泛红的话，可以用它看看哦。第9样产品是小黑瓶，因为我目前的话正在使用另外一个精华，所以我手边没有小黑瓶，但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就知道小黑瓶真的是超好用，它让我确定我一定会回购它。而其实我使用小黑瓶已经有3到4罐了吧，都是在澳洲买的。然后我使用它最有感的情况是在经期要来的前1个礼拜，因为经期要来之前，女生通常都会长生理痘嘛。然后虽然我用了它还是会长，但不会像以前一样生理痘就长得很夸张很红，它是还蛮有效的帮我补水，然后帮我有一点抑制痘痘的感觉。而且它其实修复的功能，我觉得也不输这个 B5，所以我只要是春夏秋这3个季节，我几乎都是用小黑瓶。那冬天因为可能小黑瓶的保湿力比较不够，就会改用 B5。那通常的话，冬天一样，我早上会用小黑瓶，然后晚上的话就用 B5 修复霜。那春夏秋3个季节的话，是早上或晚上都一定会使用小黑瓶。那第10样产品是 Maybelline 的遮瑕液。我必须说，这个遮瑕液真的非常厉害。在我还没有使用它之前，我一直觉得说，反正脸上没有太大瑕疵，应该就不需要遮起来吧，上个底妆、粉底液就好了。但是后来接触到它之后，发现，哇，我以前的观念真的是错误啊！这一个非常适合用来遮黑眼圈，虽然我可能黑眼圈没有到非常重，但有遮真的有差。这有一个小故事又可以讲了，就有一次我买了这一个遮瑕液之后，化完妆然后要跟男朋友出去，他就突然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那么漂亮？你今天有化妆是吗？”我就说：“哦，对啊，我有用了这个遮黑眼圈而已。”然后隔没多久，我就想说：“哦，有点懒，反正也没有要干嘛，我就只有上个粉饼，我就跟他要出门。”就他一看到我，他就说：“你今天怎么气色那么差？你没有化妆哦。”先生，我有化妆，只是没有用这个遮瑕黑眼圈而已。你看，就只是没有遮黑眼圈，这个直男就以为我都没有化妆，我真的是有够傻眼的。所以啊，我真的是非常强烈建议女生们，真的记得一定要把你的黑眼圈遮好，
虽然对女生来说可能眉毛第一重要，黑眼圈真的是第2重要的东西，有没有遮气色真的有差。那我使用它的话，我是买2个色号，一个是10号，一个是5号。通常我会先用10号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先用在那个眼袋的地方，然后遮完之后再用5号比较亮的颜色遮在泪沟，这样就有点像把它打亮一样，让它变得比较蓬一点。这样子的话，它的效果也蛮好的，而且它不会有卡粉，然后显细纹的困扰，所以还蛮推荐给如果你还在寻找一个好用遮黑眼圈的遮瑕液的话，可以试试看 Maybelline 这一个。第4样产品是这个胸贴，不知道有没有很多女生已经使用过胸贴了，但是我其实是来澳洲之后才接触到胸贴这件事情。那我是在SHEIN 这个网站上面购买的。这胸贴其实不贵，还蛮便宜的，而且它一组里面就有2个，一个米色、肤色跟黑色。那它们的我使用下来大概也使用了10几次了吧，它真的还蛮好用的。虽然它已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黏了，但是因为我使用这个胸贴的时候，通常都是穿这种比较紧身无袖的上衣会使用到它。那它黏不黏其实也还好，因为你比较紧身的话，它就会更牢固，所以就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但是我个人是又去买了一副新的啦，想说这样可以替换比较好，而且它便宜，也可以直接不粘了，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丢掉。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怎么清洗胸贴？因为我上网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在分享。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告诉我好不好？谢谢你们。这个胸贴的话，我在今年5、6月的时候有回台湾一趟，然后有把它带回去。老实说，它在台湾的炎热天气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很容易流汗，然后尤其胸贴又是胶性的嘛，所以你一遇到汗水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不黏。那它的话是在台湾的夏天完全没有办法，但是等一下要介绍的东西，在台湾的夏天真的很好用。等一下看完影片就可以立刻去下单了。我们终于聊到最后一样，胸贴。刚刚说的在台湾真的很好用的东西就是它，必须说，我用它的时候是在我要上飞机，因为飞机要搭长途的嘛，大概都12个小时起跳那一种，当然还有包含等待的时间嘛。哇，我这里用它之后啊，完全舒适，在飞机上超舒服。女生应该都知道，要穿内衣，然后你要坐长途飞机，就是靠在那椅背上的话，那个后面扣子的地方都会很不舒服，而且其实用那么久，你真的会很闷热，会很不舒服。那我尝试用它之后，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你不会漏点，然后也不会有闷热，也不会有扣子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它贴得非常牢。就连我抵达台湾之后，台湾那时候6月是夏天嘛，我一抵达台湾，我想说怎么办？会不会很热？然后我流汗之后它就掉了，它就不见了。真的没有，我还去厕所吧，去检查看看。我一看到，哇塞，它一点移位都没有，它就是完整完美的贴附好，保护好你的2个点。然后它的话，我其实先给大家看，因为它旁边这边是胶，然后中间的话就是棉布，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你的点会受伤，因为它就是棉布，它也不会去摩擦到。那旁边这个胶真的是非常黏哦。那你们的话，我觉得如果女生在夏天穿内衣不舒服，可以来试试看这个胸贴。胸贴的话，反正你只要不会漏点，也没有人可以说什么吧。我非常推荐，还没有试过的女生的话，在台湾夏天真的可以试试看胸贴哦。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下订阅。就这样啦 ，See ya。